就因为公公在分家产时不分给女人，女人下一秒就冲进医院，取消了她刚为公公垫付的800万救命钱。年夜饭上，周家张灯结彩，一家人正围坐一桌庆祝老爷子抗癌成功顺利出院。只见大儿媳和二儿媳相继给公公敬酒，两人的嘴跟抹了蜜一样，哄得老爷子眉开眼笑。可轮到不善言辞的三儿媳许昭，爸，您放心，医院要的800万治疗费我已经全部交了。医生说您后续的治疗很乐观，新的1年一定能把您的癌症治好。这番话却让公公的脸色变了，他觉得大过年的提癌症太晦气。许昭刚想开口解释，却被公公直接打断。而下一秒，只见公公掏出几本房产证，声称要宣布一件大喜事，要将名下的房子分给儿媳妇。老大媳妇分到1套海景房，老二媳妇分到1套学区房，就连还没过门的4儿媳都分到了1套市中心的婚房。唯独只有3儿媳许昭被公公一句话轻飘飘的带过。说了，老三媳妇，许昭，我知道你和你们家老三工资高，买得起，不缺这个。听到这话，许昭的心瞬间沉入谷底。她刚想开口，却被丈夫阻止，让她为了面子别在大过年里闹事。两个嫂子更是在一旁暗中嘲讽她。此刻的许昭彻底忍不下去，直接将丈夫的手甩开，站起来质问：爸，我给您花了800万治病，难道还没资格分您1套房子吗？可等待她的却是两个嫂子的冷嘲热讽，就连公公也是这么认为。听到没有，老三媳妇，好好跟你两个嫂子学一学怎么当儿媳妇。给我花点钱，你还不乐意吗？你有钱，这钱就应该你出，更何况你们两个根本就不缺嘛。闻言，许昭算是彻底看清了这家人的嘴脸，随即他也不再多待。许昭走后，周家人还在背后对他指指点点，丈夫更是在一旁陪笑附和。他以为许昭只是在耍小脾气，等会就好了。随后，他怒气冲冲地追上许昭，指责他大过年的太不懂事，还令他丢了面子。看着眼前的丈夫，许昭只觉感到陌生。那832万是他卖掉了父母留下的唯一房产才凑齐的，可丈夫却无动于衷，满脑子都是他家的面子和他爸的身体。至此，许昭算是彻底死心了。既然你们觉得我的付出理所当然，觉得我好气，那我就让你们知道吸血下场。第二天一大早，许昭就来到了医院。他拿出当初为了方便处理医疗事宜，特意签署的唯一出资人与决策人协议，要求护士立即终止周建海先生的生命之光顶级治疗套餐。护士再三警告，一旦终止，老爷子病情会迅速恶化。之前花的200万等于打了水漂，许昭却是毫不犹豫，在终止协议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。此时的周家众人却仍在指责许昭大年初一不在家，还到处乱跑。突然，一通来自医院的电话让整个家瞬间炸开了锅。得知治疗被停，公公当场气得浑身发抖，口吐鲜血，险些晕厥过去。一家人立刻将矛头对准许昭，破口大骂他是个想要害死公公的毒妇。他们很清楚，家里根本拿不出后续昂贵的治疗费。恼羞成怒的公公立刻命令周岩马上去找许昭，逼他恢复治疗，否则就跟他离婚。他们天真的以为只要用离婚做威胁，许昭就一定会乖乖就范。周岩气势汹汹地冲到许昭的单身公寓，像一头被激怒的野兽，拽着他就要去医院给他爸恢复治疗。许昭冷冷地甩开他，一针见血地指出，既然大哥二哥他们都拿了价值几百万的房子，现在就该他们卖房救父。周岩被噎得说不出话，只能无能狂怒地骂他恶毒，并以离婚来威胁他恢复治疗。然而他等来的不是妻子的求饶，而是冰冷而决绝的回答：离婚？好啊，周岩，这可是你说的，别后悔。大年初8民政局开门，就去你这。谁要是敢反悔，谁就是孙子。随后无功而返的周岩灰溜溜地回到了老家。公公见此仍不觉得是自己的错，还命令所有儿子儿媳一起去许昭的公寓门口闹，把事情闹大，让邻居都看看这个不孝的儿媳妇，用舆论压力逼她妥协。面对来势汹汹的周家人，许昭并不害怕，反而一一怼了回去。一群吸血细胞，还要连嘴还来我家先生面前拿房子的时候，你会不会笑话？难道出钱救命，就扎堆来到我家，想让我当冤大头挺你我告诉你，二哥，你骂谁白眼狼呢？这丧门星，今天就要替他好好教训教训你！